然后我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哎，昨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，我梦到了一个很大的桃子。”我妈妈说：“哎，你最近不是在准备要孩子吗？那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所以那段时间，哇，我的手上天天都是扎很多很多很多的针眼。当时的情况很有意思，就是有3、4个医生围着我，一会儿这个人过来听一听，一会儿那个人过来听一听，都听不到这个声音，他们就觉得有点紧张。然后我看那个电脑，我的数值到了100，它唰它就上去了，然后我的肚子好疼好疼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， 我是魏轩，今天和我一起录播客的是萨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瓜 Chinese 萨萨 Serena， 你们好。萨萨，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叫她 Serena， 后来我们叫她萨萨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叫她萨萨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。你觉得这个名字很好？对，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继续叫你萨萨吧。好的。萨萨，我们今天聊什么？我觉得我和魏轩有一个共同点，是什么？我们都有一个很小的孩子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有一个很小的孩子。萨萨，你的儿子今年多少岁了？我的儿子现在1岁7个月。啊，1岁7个月。我的女儿是1岁8个月，所以她比你的儿子大1个月。对，她是大1个月的姐姐。对，是一个小姐姐。萨萨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怀孕的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因为我是在计划中的怀孕，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想要孩子，所以我就计划要这个孩子。每个月我都会看一看我有没有怀孕。对，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。大概是多少周的时候你知道你怀孕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可能怀孕第1周就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哇，这么早？对，因为我每天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去厕所的时候，都要看一看我有没有怀孕，有没有怀孕。哇，很有意思。我是怀孕可能8周的时候我才知道的。哦，那你是怎么知道你怀孕了的呢？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我的梦里我梦到了一个很大的看起来很好吃的一个桃子。你的对，这就是你的女儿对不对？一个很大的桃子。对，一个很大的粉粉的嫩嫩的水很多的一个很大的桃子。然后我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哎，昨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，我梦到了一个很大的桃子。”我妈妈说：“哎，你最近不是在准备要孩子吗？那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我想了想，有可能，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试纸，就是如果你尿尿，然后呢，它可以看，如果是1个杠没有怀孕，如果是2个杠你怀孕了，然后我就试了一下，哎，真的怀孕了。哇，对，很神奇，你这是不是？个梦很神奇。对，而且我知道我怀孕的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。更神奇了。对，我觉得哎，好巧啊，就是很多事情发生在了同一天。对，我突然想到，中国人说，如果你怀孕了，你会梦到蛇。为什么会梦到蛇？他们说普通人是不会梦到蛇的，只有怀孕的人才能梦到蛇。我真的在怀孕的时候梦到了一只很大的红色黑色的蛇。哇，对，
我觉得好像在中国人的说法里面，如果你梦到蛇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好像是你会有很多的钱，会有很好的事情要发生。啊，所以生孩子也是很对，好的事情。对，对对对，因为这个是你计划的事情，所以是一个好的事情。对，那萨萨，你知道你怀孕以后你做了什么？嗯嗯，我其实也没做什么，因为当时太早了。我知道他还很小，所以我等了大概2周才去医院做检查。嗯对，然后呢？嗯，就你知道的，怀孕的时候很小心，嗯，所以嗯，可能每半个月就要去医院看一看他有没有长大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用试纸看出来我怀孕以后，但是又不是非常的确定，然后我也是去的医院，就是要抽血，然后看一下，OK，确定你怀孕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每个月一开始的时候是每个月去医院。因为我可能比较特殊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不太好的怀孕的经验，就是在刚怀孕的时候，知道这个孩子他没有长好，所以就不能把他生下来。但是还好，就是可能第2个月就知道了这个事情，所以去做了手术。对，那可能那个时候它没有长很大，所以你的身体不会非常的难受。对，就是可能心里会有一点不太舒服，但是因为才对，2个月，是的，还好。明白。但是这个孩子呢？这个孩子你怀孕以后，你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就是不要说了。这个怀孕为什么呢？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。我怀孕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这么早知道怀孕，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我从可能怀孕第1周吧，就感觉每天都很想吐，每天都没有力气，很累。啊，萨萨，我跟您说，我一开始怀嗯孕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就啊，是没有这么好。任何，对，没有任何的不舒服，我也没有想吐，因为我以前看书，然后看电视，还有周围的朋友，他们都说，哎，怀孕以后会很难受，你会想吐啊，你对喝，甚至是你喝水，你也想吐，可是我完全没对，有。对，太羡慕了。你那个时候你吐的很厉害吗？对，我最严重的时候，可能一天要吐20次。20次？对，嗯，我平常是一个生病也不会吐的人，但是我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吐，一直吐。可能像你说的，喝一杯水要去厕所吐3次。那你就住在卫生间吗？你不回你的卧室住，因为你要随时你要吐。我我的卧室有一个卫生间，所以很方便。天呐，那你一开始就是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不止一开始，是一直很不舒服。是一直都想吐吗？还是发生了别的让你很不舒服的事情？可能前几个月是想吐，没有力气，到3、4个月以后没有那么想吐了，但是，什么都不想吃，这个对我来说很痛苦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，我觉得没有好吃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痛苦。啊，明白。还有吗？有没有别的？比如你怀孕到后面的时候，
有没有，因为我们要去检查，比如有没有糖尿病，就是可能你身体里面有一些数值，一些数会变得很高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？我的身体还挺好的，没有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。哇，那很好。我有。魏轩有啊。对，我是怀孕差不多到6个月、7个月的时候，然后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回了我的老家内蒙古。然后呢，中间可能本来应该有一次检查，但是我又多等了1个星期。其实1个星期也不是很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可能问题不是很大，我就晚了1个星期回来检查。然后我检查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他就看我的肚子，他做 B 超，然后他说你的这个宝宝有点小，他比他现在的应该要达到的这个大小差不多小了3个星期。所以我当时在想，我觉得3个星期还好吧，不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但是医生说不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有可能是他没有在长大，所以他看起来很小。然后我突然就很紧张，然后他说你先去做检查吧。然后呢，做完检查以后，医生说看起来没有很严重的问题，可是我们要抽血看看是不是你有糖尿病。这个是叫妊娠糖尿病，就是只有怀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数会变得很高。然后我检查，他说其实我只比那个标准的数高了0.3。然后他说你这个不行，你是妊娠糖尿病。对。我觉得医生说的太严重了。对。然后我说就0.3，然后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吧？他说不行，0.1都不可以，然后你还是0.3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妊娠糖尿病。我说好的，那我应该要做什么？他说你要少吃有糖的东西，然后你要控制，你不可以吃很多，然后你每天吃完饭你要出去走路，然后每天都要有一个针，然后扎我的手指。对，然后我要滴进去，然后看一下我的这个数值怎么样。所以那段时间哇，我的手上天天都是扎很多很多很多的针眼。对，很痛，扎手指很痛，真的很痛。这是一个事情。还有一个事情是，刚才我说我的宝宝很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对，医生说你还要做其他的检查，有可能是你和你老公的基因，就是你们身体里面的 DNA 有问题。所以那个是我怀孕的时候花的最多的一次钱。萨萨，你猜我花了多少钱？我才花了3000块钱。不对，太少了。太少了？对。这么贵吗？多少钱？3000再加一个0，3万。天哪，好贵啊！3万人民币。因为他要查我们的基因，他要抽我的血，抽我老公的血，而且我要躺在那里，他要从我的肚子里面抽水，那个是羊水。对，他要抽那个水出来，看一看宝宝的基因有没有问题。因为他们要确定这个他长得很小，是因为他有别的病，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。所以这个是我花的最多的一次钱。然后我做完这个检查以后，就是我经常检查的这个医院，他说他们的医生就是关于这个方面，就是基因方面，他们不是非常的专业。然后在威海有另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，然后他在别的医院，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医生。可是那个医生太有名了，然后我们想挂他的号，就是我们想跟他见面，太难了，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号。
然后有一天早晨，那天是他要看病的日子，然后我们很早我就去，我在门口等着，然后那个医生来，我跟他说，我可不可以就是给我加一个号？虽然我没有挂上你的号，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早晨的7点，然后他是8点钟开始工作，然后其实我已经在医院等了1个小时了，很早就去，然后他说可以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，然后呢，他给我开了药，后来呢，我就是在我检查的这个医院，我差不多住了1个星期的医院，对，然后每天就是要给我打针。就是做这个检查就要住1个星期医院吗？是做完检查以后，然后他说，你的宝宝太小了，然后呢，因为你的检查里面有一些那个指标，就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可能你检查这个，对，你检查这个项目，然后你的数值要高一点，然后这个项目要低一点，所以要给你打一个针。这个针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宝宝快一点长大，因为他们担心可能比如一般人可能40周生孩子，就是40个星期生孩子，但是有可能他们担心我可能不到36个星期我会生孩子，然后在中国，如果你比36个星期早生孩子的话，我们叫早产，就是因为生孩子太早了。对，所以我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，每天我都打针，好疼啊，萨萨，特别疼。我知道，你也打过？我没有打过，但是我第一次怀孕住院的时候，我旁边的那个妈妈就是在医院打针。对，真的，她说很痛很痛，真的很疼。那个针这么长，然后它就是唰这扎进来，然后我住了1个星期以后，医生说 OK 好，差不多了，没问题了，你可以回家了，但是你要一直打这个针，一直到你生孩子的前一天才可以停。对，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。对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可能是因为我怀孕的前半段太舒服了，也没有很难受，我也没有吐，所以现在就是一定要经历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，我老公都会给我打针，每天打2针。他敢给你打吗？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害怕，然后他的手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说你不要抖，因为你抖的话我会更疼。对，但是后来他就非常习惯，然后他说来吧打针，咔，好，结束，就是很快。他可以去当医生了。对，我觉得那段时间他一定可以。然后这个是我的怀孕的时候的经历。那萨萨，你生孩子的时候怎么样？顺利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对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平衡，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没有身体上面的很不健康的或者危险的事情，但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有一点不太顺利。因为我40周的时候去检查，每一次他会听宝宝在肚子里的声音。对，他会听他的心跳，咚咚咚的心跳。对，40周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宝宝和妈妈有一个脐带是连在一起的嘛。对，有一个东西连在一起，是的。他们说一直听不到这个脐带里面的声音，他们就觉得很奇怪。因为其他的检查都是正常的，就只有这个。当时的情况很有意思，就是有3、4个医生围着我，一会儿这个人过来听一听，一会儿那个人过来听一听，都听不到这个声音，他们就觉得有点紧张。天哪！对，就说你可以选择回家再等一等，或者你现在就准备在医院住下来。
但是那谁敢回家？对，因为我第一次怀孕有不太好的经验，所以我不敢回家，我只能在医院住着。他就给我也是打针，打那个针，它会让孩子快点生出来。啊，明白。但是我很奇怪，就是我打那个针没有影响，对我没有影响，所以我在医院住了5天，一直打针、吃药，用各种办法想让我生出这个孩子，但是都没有反应。所以这5天我一直在很疼、很疼、很疼，但是没有反应。所以第5天下午就决定那你就去剖腹产，就是做手术让你的孩子生出来。所以我就是生孩子的时间很长很长，用了5天。我的天哪，很长，真的很长。对，而且很痛苦，因为你知道生孩子他打了那个药就会让你的肚子很疼。对，因为他想就是有这个药把宝宝推出来，所以就是一直都很疼。对，就5天就一直很疼。明白。那我跟萨萨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。不一样。因为我生孩子就是很快，非常快。对。但是在生孩子之前，刚才我跟你说那个医生说我有糖尿病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有怀孕时候的糖尿病，所以他说根据就是我们的要求，40周的时候你必须要生孩子。其实一般人等41周一直到42周的时候可能才需要，就是医生想办法然后帮他快一点生孩子。可是医生说你不行，因为你有这个糖尿病，然后如果等的时间很长可能对孩子不好，所以你要来医院，然后我们给你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方法，然后帮你快一点生孩子。我说好。然后我去医院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很不开心，然后我上网就是看很多这个医院会用这个办法，然后让这个女人很快的生孩子，然后这个医院会用这样的方法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医院会给我用什么方法。然后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很难受，这个过程都很疼，所以我就很害怕，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哭。然后我老公他本来在睡觉，然后他听到我哭，他就过来，他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我想明天我要去那个生孩子，我就很害怕。他说哎呀，你不要想了，你越想你越害怕，可是你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对，所以我可能差不多我睡了3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就去医院了。去医院以后呢，医生说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用那个药，因为你一直在打针，然后那个针它有一个不好的作用，就是它不会让你的血很快的凝在一起，就是如果你打了这个针，你的血会流得很快，所以我下午的时候才可以给你用这个药。然后他是下午4点的时候，他说我给你用这个药，然后一般人差不多要1个晚上，然后第2天他们才会开始疼，然后可以准备开始生孩子。可是萨萨，我那天晚上9点的时候，医生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来，你做一个正常的检查，我们看看宝宝在你的肚子里的情况。然后这个旁边会有一个电脑，他会看，就是如果你肚子很疼，然后那个数会很高，如果你肚子不疼，它就是0。然后对，它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做检查的时候，突然我就觉得我的肚子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我没有很在意，因为我觉得医生说这个要等第2天我才会开始疼，所以我没有管它。可是越来越疼，越来越疼，
然后我看那个电脑，我的数值到了100，它唰它就上去了，然后我的肚子好疼好疼。然后我想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然后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我说你快来，我现在好疼。然后呢，那个值班的医生，就是在工作的那个医生，他也看到了我的数值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情况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就是你要准备要生孩子了？”我说：“啊，这么快？”然后其实他不是医生，他是一个护士。然后那天晚上是有一个医生，可是非常巧的是，那天晚上有一个别的女人来生孩子，然后她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好的，所以那个医生他去治疗那个女人了。所以这个护士说你再等一等吧。然后我就越来越疼，越来越疼，而且疼的时间越来越短。这个护士觉得对，可能你要生了。然后他说走，我带你去另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就是有很多人，然后大家都是快要生孩子的人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